其实一直以来，台湾省的叫法虽然传播广泛，但这种叫法多来自咱们网友。中国官方在对外发言中一般说台湾或中国台湾。1949年10月1日，新中国成立时，中央人民政府宣告为全中国唯一合法政府，台湾作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其省级行政地位自然延续。不过，此时对外表述中尚未直接使用台湾省这一具体称谓。新中国首次在行政文件中明确使用台湾省这一称谓是1950年，当时成立了台湾省人民政府筹备委员会，第一次在官方行政文件中将台湾列为了台湾省，延续了清朝1885年以来的省级定位。1971年，联合国大会通过第2758号决议，明确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，并将台湾当局驱逐。此后，联合国系统内对台湾的官方称谓统一为中国台湾省，但中国官方在对外发言中仍没有使用台湾省这个称谓。而今年3月7日的这一次是称谓的全面规范化。两会期间的记者会上，王外长在回应记者提问时明确表示，台湾在联合国的唯一称谓是中国台湾省，台湾从来不是国家，过去不是，今后更不可能是。鼓吹台独是分裂国家，支持台独便是干涉中国内政，纵容台独就是破坏台海稳定。要知道，这可是中国大陆官方第一次使用台湾省这个称谓，标志着官方在对外话语体系中彻底摒弃模糊化的表述，全面统一为台湾省的称谓。同时，这也代表一种信号，王外长这段话不是什么激情发言，而是一个在外交场合摸爬滚打一辈子的老炮公开接受记者采访。这相当于官方认证了台湾特别行政区的死刑，意味着台湾未来的政治地位已无任何特殊待遇可言。如果统一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，台当局的高层或许还能获得副国级的职位，比如国家副主席、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或政协副主席等。若是在本世纪初完成统一，台湾可能还能实现台人治台，在本地区选出特区首长。但若是在当前条件下统一，台湾将完全按照普通省份管理，5大班子、省委、省政府、省人大、省政协、省军区全部由中央安排，先整顿分裂势力再说。再拖几年，连台湾这个名称都未必能保得住，换成宜州、琉球等古称也未尝不可，让台独连台字都留不下。换句话说，台湾曾有的自主空间已经逐步缩小。中国最初的设想甚至接近联邦制，台湾可以拥有自己的经济体系、武装力量、人事任免权，只需要名义上统一即可。但台湾拒绝了。随后9·2共识达成，默认不独不统的现状，台湾仍然不接受。即便1国2制模式已有香港、澳门先例，台湾回归后可享受特殊政策，台湾仍然不识抬举。既然如此，未来统一模式已不再有任何模糊空间，台湾将不会是特别行政区，而成为普通省份，完全纳入中央管辖，经济、军事、人事、财政全归中央决定，彻底终结曾经可能存在的任何特殊待遇。香港、澳门1国2制的模式，那是在改革开放时期，是为了妥协内部金融体制和外资需求的特殊产物。如今内有上海，外有香港，中间有深圳，自贸区有海南。台湾或许曾经有过作为特殊行政区回归的希望，但现在没了，以后也不可能有了。未来台湾的定位就是军事重镇，俯瞰南海，拱卫我国的海防，以及舰队前出太平洋的基地，最多加点观光旅游、特色农业、房地产、自贸区。至于半导体产业和重工业能保留多少，那就要看解放军登陆时火力覆盖的毁伤效果了。